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。10月的第一个礼拜一是加拿大的感恩节，在这里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homemade 的 cheesecake。这个 cheesecake 呢，是我当初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做的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美式cheesecake。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比较heavy 的那一种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做完之后，你事实上也可以把它冰在冷冻库里，然后它的口感就会像是冰淇淋。然后我个人喜欢在这个 cheesecake 上头呢加一些当季的水果，所以呢这样子它就会中和它的口感，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的腻。我今天要做的口味呢是raspberry， 就是覆盆莓口味。首先我们来介绍材料的部分。那我们需要的材料呢分为外皮跟内馅。那外皮的部分呢，我们需要半杯的核桃，然后呢它原本的 recipe 呢是说1大匙的奶油，那可是因为本身这个 cheesecake 它就是属于比较重口味的，所以我把这个油换成葡萄籽油，然后呢还要8片的这个 Graham 的那个饼干。那因为它这个本身呢一个 package 里头呢就有9片，所以基本上呢我就会用9片。然后呢这个是外皮的部分。那我们来介绍内馅的部分。首先我们需要2个蛋，半杯的糖，然后呢1磅的那个 cream cheese。那这个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这种，它一个呢是1/4公斤，就是250克。那2个加起来事实上已经超过1磅，可是基本上我也就是会用这个比较方便。那就2条这样子，就是0.5公斤，这样比较方便。那如果说你想要的话，事实上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子秤称出1磅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就这种 cream cheese 就是要1磅。然后呢少量的香草精这样子。那因为我刚才有讲我本身喜欢加一些水果，所以我今天要加的就是这个 raspberry。这个呢也很容易买得到，在那个 supermarket 或 Costco 都很容易买到。首先把这个饼干呢，就是用你的手尽量把它弄碎，就是看弄碎一点，因为这样子待会呢就会比较轻松，跟核桃一起来碾碎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。然后呢就用你的手把这些饼干尽量弄碎。好，差不多的时候呢加入核桃。加入核桃之后呢，就使用这样的一个碾压的一个工具来把它碾碎。好，现在已经碾压好了。因为我个人呢喜欢那个 crust 的部分呢，就是底层那个外壳的部分呢，吃起来有一点点颗粒，所以呢我会用手来压。那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口感是比较细一点的，你也可以用机器打，然后就会打得非常的粉，那是一样的意思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。好，那这时候呢我们把油加进来，然后把它和均匀，和成有点就是粘度，那就可以压到烤模里头去了。好，那个馅已经跟油外壳已经跟油拌好了，然后呢所以它呈现这种你一压它就会有一点紧实的这种状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任何的烤盘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烤盘，因为这种烤盘呢就是你烤好之后呢你是很容易脱模的。然后呢所以整个 cheesecake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扣子打开，那整个 cheesecake 就会很容易的拿出来，所以我本身是喜欢用这种烤盘，但是任何烤盘都是可以。那
记得，如果你是用玻璃的烤盘，那在下面的时候要刷上。好，现在所有的那个外壳的料都已经放到烤盘里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均匀的把它压紧、压平在这个底层。因为你压得越紧的话，那你烤好的时候呢，你切的时候它的口感会比较好，而且比较不容易散。好，你看这个压得非常的紧，这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外皮了。内馅的部分呢，准备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把刚才的这个cream cheese 呢打开，放进去。那通常呢，我会为了比较容易，待会容易打，我就会先用器具把它切成小块一点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所有的材料都丢进去就对了。好，刚才所有的内馅材料现在都已经放到一个大的搅拌碗当中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电动的搅拌器，把它搅拌的均匀，打得越细越好。你打得越细呢，到时候那个口感越好。然后在你准备这个内馅的同时呢，先把烤箱预热到375度，华氏375度。好，现在呢内馅的部分已经打好了，你看这样子还蛮细的，这样口感就会很好。那如果你想要再更细一点的口感呢，事实上你也可以先把 cream cheese 加热之后再打，因为 cream cheese 加热之后再打呢，它就会打得比这个还要再细一点。那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口感。那我们就会现在可以把它这个馅料的部分可以把它倒到这个外壳。然后呢，我的烤箱也已经预热好了。那我倒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放进去烤喽。好，现在馅料倒进去了。那通常这个时候呢，我会把它就是敲一下，就是让它里面的空气全部都跑出来，这样待会烤好的时候，里面才不会有好像有洞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把它敲一下，这样就是在桌子上敲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的 cheesecake 就可以进烤箱喽。OK， 现在 cheesecake 已经好了。那从oven 拿出来之前呢，就是你要先把那个烤箱的门稍微打开一点点，让它先慢慢的降一点温，不要一下子就从烤箱里头拿出来，因为这样子呢很容易因为热胀冷缩，然后那个 cheesecake 它会有裂掉的那个一个现象。那拿来之后呢，我会先放在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架子上面，一个冷却架上面让它冷却，然后冷却完了之后，你才可以放上你想要的水果。好，这是已经从烤箱拿出来的 cheesecake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它冷却。那基本上呢 ，cheesecake 大概烤得像这样的颜色，基本上就是算是完美。好，现在那个 raspberry 的 cheesecake 已经完成了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啊？新鲜的 raspberry cheesecake 成功！如果你喜欢我今天 raspberry cheesecake 的影片，请为我按个赞，加订阅，谢谢。我们下次见喽！